大家好，在野又来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中国经济分析。10月18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3季度的经济数据，这些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惊人真相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 GDP 数据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前3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.8%， 3季度增长 4.6%。乍一看，这个数字似乎还不错，对吧？但是，再也要告诉大家，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暴露了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。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比较。去年同期，中国的 GDP 增速还在 5.5% 以上，而今年不仅整体增速下滑，而且呈现逐季下降的趋势。一季度 5.3%， 二季度 4.7%， 三季度更是跌到了 4.6%。这种持续下滑的趋势，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动力，情况比官方承认的要糟糕得多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个 4.6% 的增速还低于市场预期。之前有6家机构预测的平均值在 4.7% 左右，而实际数据却连这个并不乐观的预期都没有达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们，也低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。再来看看拉动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：投资、消费和出口。数据显示，前3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 3.3%， 9月份更是低至 3.2%。这个数字比去年11月的高点下滑了近一半。大家想想，如果连老百姓都不愿意花钱了，这个经济还能好起来吗？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。1至9月份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 3.4%， 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更是下降了 0.2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使政府在大力发行地方债，企业和个人对未来的信心依然不足，不愿意投资。这哪里是什么稳中向好，分明是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。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房地产市场。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经济支柱的行业，现在俨然已经成为拖累整个经济的包袱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1至9月份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.1%， 其中住宅投资下降 10.5%。大家注意，这是2位数的下降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下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年。从2022年4月开始，房地产投资就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。今年5月以后，跌幅更是重新回到了2位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开发商们对市场前景已经完全失去信心，不敢再大规模拿地开工了。再来看看销售数据。1至9月份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7.1%， 销售额下降 22.7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楼市已经破8、破7了。商品房销售面积跌破了8亿平方米，销售额跌破了7万亿元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今年全年很可能会跌至双9，也就是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跌破9位数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70个大中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全线下降。没错，是全线下降。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，70个城市无一例外都在跌。这种情况在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政府当然坐不住了。从9月底开始，各种刺激楼市的政策接踵而至，降首付、降准、降息，甚至1线城市都开始放松限购。但是这些政策能否真正扭转楼市颓势，再也持高度怀疑态度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政策能解决的了。人口老龄化、经济增速放缓、国际环境恶化，这些深层次问题不解决，
楼市就不可能真正好起来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土地市场。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前8个月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有20218亿元，同比下降25.4%。大家想想，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都萎缩成这样了，他们还拿什么钱来搞建设、发展经济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10月18日，6大国行和招商银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，这已经是3个月内的第2次降息了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就像是医生对病人连续2次加大吗啡剂量，痛感是缓解了，但病情可能已经糟糕到无法想象的地步。让我给大家描绘一下这次降息后的惨状，活期存款利率低到了 0.1%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就是 0.1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辛辛苦苦攒的1万块钱放银行1年，连1包茶叶钱都赚不到。就算你狠下心来存5年定期，利率也只有可怜巴巴的 1.55%。5年啊，朋友们，5年后的 1.55%，搞不好连现在的1个月房租都付不起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恐怖的是，这次降息暴露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：中国经济可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，朝着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深渊滑去。想想看，日本刚刚在今年摆脱了持续近20年的零利率魔咒，而我们呢？我们像是在玩一场速通版的日本剧本，人口老龄化加速进行中，经济增长乏力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我们的问题比日本当年还要严重得多，养老金像是一个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，医疗保障可能连感冒都要掏空你的口袋，教育成本简直就是在抢劫家长的钱包，企业税负重到让创业者们喘不过气来。更要命的是，国际环境正在急剧恶化，贸易战、科技封锁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，这些都在疯狂地掐着中国经济的脖子。所以这次降息根本就不是什么温和的刺激措施，而是一记绝望的哀嚎。它告诉我们，政策制定者们已经黔驴技穷了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漏水的船上，用勺子往外舀水，而海水却从4面8方涌进来。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你的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废纸。通货膨胀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，每天都在偷偷地掏你的口袋。你以为你在存钱？不，你其实是在亲手埋葬你的财富。银行可能会推出各种花里胡哨的理财产品，承诺高回报。但请记住，在这个经济环境下，高回报就是一个美丽的陷阱。它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当你跑过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身陷流沙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一个魔咒，银行有钱不敢贷，企业有钱不敢花。整个经济就像是一个被施了定身法的武林高手，看起来威风凛凛，实际上却动弹不得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环境下，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。有钱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抗通胀，而普通人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存款变成一堆废纸。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衡，简直就是在给社会矛盾添柴加火。总的来说，这次降息就像是在告诉我们，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，中国人很可能会面临比失去的10年更糟糕的局面。中国人现在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，身后是恶狼，面前是深渊。是时候做出选择了，是继续自欺欺人，还是痛定思痛，破釜沉舟？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